今天呢，我们会骑到富士山附近，所以今天是会有爬坡、上坡、下坡，然后今天距离比昨天长一点，大概是70多公里。今天是腿会很辛苦的一天，耶！昨天到的时候天都黑了，都没有看看附近是长什么样。结果我们住在一个居民区里面，这里都是那种自建房，非常安静的一个小镇。发现日本的街道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小街道特别多，然后呢，它的街道旁边呢都会有很多电线杆子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电线啊在天上这样子拉来拉去的。今天是骑行的第2天，我们从相模原 Sagamihara 出发，计划一路攀爬到富士山附近的美丽山中湖。这条路线全程爬升超过1000米，途中还会经过曾经举办奥林匹克骑行比赛的赛道，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天。清晨出发时，天气有些阴凉，没有太阳，但这样的温度非常适合骑行。一路上，我们从城市逐渐骑入郊区，随后进入静谧的小村庄。沿途的房屋大多是老旧的农村自建房，散发着独特的乡村气息。路上的行人也逐渐越来越少。路过一家卖2手车的店，没想到它这里的车好便宜哦！快看，这辆车只需要15万日币，就是1500新币嘞！难怪日本的路上好多开这种小面包车，我想新车应该也挺便宜的吧。我们的自行车都比这辆车贵，我们的自行车可以买这个3辆2手的，太夸张了。然后我们一路经过很多卖车的店 ，Toyota、Mitsubishi。我们现在要远离市区啦，进入山区。进入到了山区，这里有一个大水库他们用这个大大的这个吊车在捞垃圾，这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木头、木材、建筑废料之类的。现在我们在过一个大水坝，过了这个水坝就进入到山里面了。看这个枫叶的季节还没有到，山里面呢还都是绿色的。等到11月底的话，这个山里面呢就会开始慢慢的有枫叶，会有枫叶的颜色。这里竟然是一个观光地金九井湖观光，原来那是一个湖。感觉像在这样的山城里面呢，非常少外国人在这边，因为基本上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家会住在这个山城里面。因为刚刚一路上看过来，有看到好多老人家在外面是散步的，但是没有看到很多年轻人所以呢，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应该都是出去上班，或者是去到别的大城市。然后像这样的山城呢，会非常难得看到像我们2个这样子骑自行车经过的一个外国游客。我们骑了很久，一直没有看到可以吃饭的地方。像这样的小村庄，路上很难找到餐馆，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在家里吃饭，所以餐馆并不常见。突然看到前方有一家看起来像拉面馆的小店，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决定停下来吃饭，毕竟不知道前面要骑多久才能再遇到可以吃饭的地方。现在刚好是午餐时间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经过一早上的长途骑行和爬坡，体力消耗很大，整个人觉得又累又饿。这家拉面小馆非常朴素，店里的装修很简单，只有几张桌子和日本常见的吧台。虽然环境简约，但店里已经坐满了食客，大部分都是本地村民，而且年纪看起来都稍微年长一些。通常像这样的日本小店，他们是不会提供中文或英文菜单的，所以每次来这样的地方吃饭，我们都会遇到点餐的困难。不过还好，现在可以用手机软件翻译。这家拉面馆的价格大约在1000到1100日币之间。
这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。看叉烧这么多。你的是蘸面哎，也是有叉烧，葱油蘸面，蘸的那个汤吃。Yes。我们点了2碗拉面，没想到味道竟然出乎意料的好，面量很足，肉给的非常大方，而且价钱还很便宜。这样的拉面馆和城市里的很不一样。城市里的拉面通常装修精致，但价格昂贵。这里的小店没有多余的花哨装饰，没有套路，完全是用心在做食物。顾客来这里也是单纯的为了填饱肚子。我们这顿饭吃得特别满足，觉得好喜欢这种随遇而安的感觉。在路上偶遇一家小店，里面全是本地人，你可以品尝到最道地的美食。这样朴实无华的小拉面馆，更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温暖，用最简单的方式满足每一个路过的旅人。这附近有很多就是在这里做工的人，然后还有开车、开卡车、开罗里的人在这里吃饭。因为我刚刚看到隔壁桌，他们点的那个面分量超大，而且还配饭，而且还吃饺子。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就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山区里面，才可以吃到这么良心的面。你觉得呢？除了东京都可以。除了东京都可以吗？吃饱饭后，我们得抓紧时间继续前行，因为今天的路途虽然距离不算特别长，但全程的爬升真的非常要命。没想到刚出拉面店，就直接遇到了一个上坡，立刻开始爬坡模式。我真的是无语，刚吃下去的食物还没来得及消化，就已经不得不开始发力了。这种时候真的很无奈，不过也算是为接下来的骑行热身。我的天，我的面还在嗓子眼里，就开始爬坡了。这个是要干什么的节奏啊？严哥已经在老远的地方了，根本看不到他现在。不过还好，上坡完就是下坡，再稍微休息一下。还好中午吃了拉面，比较有能量，碳水化合物，下午还可以补充一下。在一些小路上，我们注意到并没有明确的自行车骑行标识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选择骑在人行道旁边的小道上。如果不得不骑在马路上的话，我们就会尽量靠左骑行，这样可以和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。再加上我们对当地的路况并不熟悉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选择以非常谨慎的方式骑行，途中还需要一边骑车一边看 GPS， 这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加小心翼翼。虽然这样可能会稍慢一些，但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。上坡又来一个上坡，不过这些坡都是很缓的坡，但它距离就会比较长一点，缓慢向上，穿梭在山野之中，大雾缭绕，清爽宜人，都是4个字的。乡村的菜地，这里有种大葱，还有种包菜，日本人非常喜欢吃的包菜，这里也有种。然后还有种玉米，看到了玉米苗。这里方圆几里我都没有看到一个人在路上走，全部都是在这个路上是驾车的，但是没有看到行人。然后这个一户一户人家，他们都是距离还蛮远的，就很像是那个乡下的房子。然后他们每一户居民呢都会有自己的菜地，有后院，有花园，但是他们的房子都是一栋一栋的，然后隔得有一点距离这样。热存量还是少？3
我们停下来装个灯，因为现在呢天色有点暗了，还下了一点毛毛雨。然后我们正好是要进入到这个小路里面，大家看里面小路就比较黑，因为两边全部都是高大的树，它把光线都挡住了。然后这里的路呢又很小，又是很多弯道，所以呢最好是开一个前后车灯，这样可以让两边经过的车可以看到我们。而且现在真的下起了毛毛雨，天啊，我感觉这个雨会越下越大。在这个山里面也起了大雾了，在山顶上全部都是布满了那个乌云跟一些云，感觉这个雨越下越大了，山上越来越黑了。现在才1点钟，感觉这个天气就像3、4点一样这么黑。下雨了，这路上地面还挺滑的。我们应该还有38公里，38到40公里左右。我们今天是去到山中湖，现在已经骑了有23公里了。怎么样？我觉得我的车有点轻，我想跟你换一下你的重车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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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还好这个车它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它爬坡非常轻松，它前面的这个大盘它的尺寸呢就非常适合爬坡，所以呢今天刚好就是上坡下坡，而且呢这个车它的那个稳定性还蛮高的，所以骑起来还蛮稳的，因为它前面后面都有这个防震的这个 suspension 嘛，所以呢我们在骑过一些路面不是特别状况不是特别好的地方的时候，它也不会说特别的颠簸，算是一个越野型的小轮车吧。山上有大雾啊！前面有一个2国桥川汤川屋，感觉非常的古老，有点像昭和时代的这种房子，营业中。OK， 更多的上坡，在山里面遇到一个厕所不容易啊，所以呢碰到厕所就赶快上吧，等一下下面都不知道要多远才可以看到厕所。在路的当中碰到一家卖蔬菜的店，它的蔬菜都好便宜哦，橘子350，毛豆都好便宜，这都是山里面种的野菜。这里现在是一个大上坡，一个转弯，我感觉我骑不上去了，我还是下来推吧。这个上弯太坡了，太陡了，我还是推吧。这条路呢是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自行车比赛的路线之一，一直从 Tokyo 一直沿着我们昨天骑来的路，然后经过这里，所以说这条路还是蛮经典的，因为它是在这个山上面骑，所以呢难度是有的。大车，骑到鼻子放大了，有点气声。好黑哟，好黑哟，哇最美味的东西就是在你极限运动过后吃到的第一口美食，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。现在是10月份的第1个礼拜，那看枫叶慢慢的开始变红了，
现在还没有变红，但是再过半个月，差不多到11月尾、12月初这个阶段呢，日本的枫叶呢就会开始全部都变红，所以到时候呢就是枫叶季，来这里呢就可以赏枫叶，非常漂亮。但是现在呢还是有点绿，这个树，不过还可以看到有一点点这种渐变的颜色，从红棕色变到绿色。现在已经到了下午，天色开始慢慢变暗。日本的秋天日落得特别早，天黑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更快。这一路真的不是在开玩笑，几乎全程都是上坡，所以我们的骑行速度非常缓慢。虽然沿途的风景很美，经过了不少山里的村庄，两边全是绿油油的山，但这一切都夹杂着疲惫感，不断的上坡下坡再上坡，仿佛在重复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的身体疲劳加上心理上的压力，让我觉得身心俱疲。巧克力要不要？大概还有20公里。那拿个糖什么的。可以拿个吃的，你要热你就拿个吃。饿倒不饿，就是可以嘴巴有点味道，因为骑的嘴巴没什么味道。拿个小饼干。不要饼干，太干了。你吃饼干，等一下还要喝水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活过来了。补充点蔬菜，在日本都没有吃蔬菜，感觉有一点点日都拉不出来。47.9公里，4点钟，大概还有13公里到15公里左右吧。真的全部是上坡，天啊，已经就是肌肉有点酸了。现在到今天这个时候呢，就已经有点肌肉疲劳期了。不过这个山里的风景还是很漂亮，虽然下了毛毛雨，但是山里的雾气感觉好像在仙境一样。眼哥已经不见去了，不知道他骑去哪里了。我骑太慢了，根本跟不上他，而且他还有带着2个大大的行李包，我的车上什么都没有，他可太厉害了。如果不是他帮我提这个行李的话，我可能会骑得更慢。最后10多公里这一段，它这个上坡没有停的，就一直往上，一直往上，根本没有下坡。真的，我踩到我真的是腿很酸，腰又很酸，所以我就推一小段，实在不行了。天都黑了，现在应该是5点多，看来今天要奋战到天黑了，没有办法了。最后真的没力了，所以就慢慢来吧，安全为主。朋友们看到前面的那个隧道了吗？黄色的光特别的温暖，因为呢我的前车灯没电了，然后我又没有力踩最后这一段上坡，所以我只好推着走，跟着眼哥他带着我一起推着走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段路怎么这么长？不应该呀！终于看到了隧道，应该这里就是下坡了。这段真的是魔鬼爬坡，爬到我真的没有 energy 了。我没有想到这次爬坡会这么漫长，我知道这会是一段很艰难的骑行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累。这段路真的挺吓人，因为天太黑了，我们不得不赶快的上山。到了山顶过后，果然就是一大段的很顺畅的下山，一直下到了山底。然后下到了山底过后呢，我们还要找今天晚上的住宿。在晚上黑灯瞎火的情况下找路真的很困难，所以我们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才终于到达了山中湖的住宿点。这时候我已经没有精力去看周围的风景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到了住宿的地方就赶快休息。还好今天的住宿呢有提供温泉，所以我们呢就打算先泡一个温泉，之后再去寻找好吃的美食来犒劳一下辛苦一天的自己。
我们今天晚上住的这个地方好棒，它有这种私人汤屋，是双人汤屋，你可以自己在这里泡澡。然后它这里呢设施非常好，它的那个汤屋里面外面是一个洗手台这样子，然后它的汤屋里面呢是有冲澡的地方，在这里面可以冲澡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泡澡池，太舒服了。洗完冷冷的，刚好泡一泡热热的热水澡温泉。我们晚上找到了一家居酒屋，这是我们住宿附近唯一一家比较靠近的餐厅。木质装潢的室内氛围很温馨，我们坐在榻榻米上用餐，这种体验非常特别。我们点了一些简单的小菜，比如煎饺、豆芽炒猪肝，这道菜看起来是很经典的日式下酒菜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点了烤鱼和一些其他的烤串来搭配啤酒。泡完温泉后，舒舒服服地吃上一顿晚餐，远哥还喝了他最喜欢的小酒。今天虽然感觉疲惫，但是非常幸福。回到住宿后，我们住的这是一间非常传统的日式民宿，房间里铺的是榻榻米，我们需要自己铺床垫、套被套，整个体验特别有日本风情。好啦，大家，我要睡觉了，今天真的太累了，没力气再跟大家聊天了，明天见吧，希望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记得关注我的日本骑行之旅哦，每一天我都会精心记录我们的骑行，拍摄精彩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我是妮妮江，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请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在每周定期更新视频，记得点赞转发，打开小铃铛哦。